就说我小时候，我爷是村里的裁缝，有一回村里有横死的人，就求他去帮忙缝尸体，那我爷就答应了。他是带着针线去的，可是这横死的张老三那双腿都被碾成泥了，根本就没法缝。他家里人就说了：“哎呦，这用羊腿也行。”于是我爷就给张老三缝了羊腿。按照我们老家这习俗，横死之人是不能进院的，棺材只能放在外边。下葬的棺材也有讲究，要用朱砂涂棺，再用8根铁钉封棺。在封棺前呢，村里人还能再看一眼棺材里的张老三。他这脸上布满着尸斑，嘴唇发紫，尤其是他露出来的羊角是格外的诡异。这时有人喊了一声：“封棺！”这张老三的棺材板就被扣上了，几个年轻的后生就把钉子钉到棺材里。张老三的爹说：“进屋吃饭吧。”我们这儿有风俗，就说横死的人得晚上下葬，这会儿太阳还没落山呢，还不能下葬。来帮忙的人就陆陆续续进到院子里，他们进院前都会把这腰上系的白布条扯下来，放在门口，免得张老三跟进院子。等到张老三下葬之后，再把白布条烧掉。张老三的爹就跟我爷敬酒：“哎呦，这五哥啊，这2天麻烦你了。”我爷就说了：“哎呦，哪里的话呀，都一个村的，不麻烦。”张老三的爹就跟我爷闲聊，他说：“哎，对了，听说你家二小子买车了，咋没开回来啊？”我爷笑了：“哎呦，听他瞎说，哪儿有钱买车呀？”其实这1个月前，我小叔就给家里来了消息，说是在城里买了车了。呵，这可把我爷给高兴坏了，见人就说这事儿。我爷还特地的去村口接我小叔，想坐我小叔的车进村。可是我小叔那根本就不是开车回来的，是打车回来的。我爷就感觉丢了面子了，这事儿呢，他是一点都不想提。吃完饭，天刚好黑了，这夜晚的山路不好走，留下送葬的都是些年轻的。我跟我爷就先回家了，我小叔跟着去送葬。临走前呢，我爷再三的叮嘱：“告诉你啊，一定得把那白布条烧了。”我小叔点了点头：“得，记住了。”我跟我爷回家之后，我奶就问了：“张老三愿意走吗？”“愿意，没惹什么麻烦事儿。”就说这张老三呢是出车祸死的，撞他那司机都跑了，到现在都没抓着。我们这地方偏僻，连个监控都没有，也不知道到底是谁把他撞死的。我奶点了点头：“愿意就成。”这深夜啊，我就听见外边有动静，应该是我小叔回来了。我奶就把屋里的灯打开，我这小叔呢是跑着进屋的，脸色惨白，额头上都是血汗，还跑丢了一只鞋。我爷就说：“不是，顺子，你这是咋了？”这我小叔鞋都没脱，直接就上了土炕。嘿呦，我见着张老三了，他没死。胡说八道，你们这刚把他下葬的，咋还没死呢？我小叔啊大口的喘着气。哎呦，真的，我那回来路上我就感觉张老三在后边跟着我。我爷翻了翻我小叔的衣服，我小叔就说呀：“哎呀，不是，那白布我烧掉了，他为什么跟着我呀？”“你这一定是看错了，
这张老三已经死了。我爷这话音刚落，就听见咚咚咚咚的敲门声。我爷用手捂着我小叔的嘴，这门外就传来张老三的声音：那啥，我说叔啊，我这腿你给我缝错了，这不是我的腿。其实我奶小声地说：老头子，咋办呢？我爷也是皱着眉头：哎呦，别出事儿。我爷这话音刚落，我就听到开门声，这木门就被推开，一阵阴风吹进来，后背发凉。我奶小声地说：老头子，咋办呢？他要进来。我爷瞪了我奶一眼，示意我奶别出声。咱家这门槛高，他进不来。我奶紧紧地抓着我的胳膊，就把我护在怀中。我小叔躲在被子里，浑身的发抖。我就听见门口有动静，这张老三是想进屋子，但是门槛拦住了。叔儿，你缝错了，这不是我的腿。这张老三这声音里啊，带着点哀求，听起来都可怜巴巴的。他活着时呢，就是个老实人，从来都不惹事儿。我爷皱着眉头说：你那腿都被压成泥儿了，没办法缝，只能缝羊腿。我爷这话音刚落，我奶又变了脸色。你咋还跟死人说话呀？我爷叹了口气，一脸的无奈。我奶就开始数落我爷：都怪你，乱帮忙，这回好了，惹上大麻烦了。我爷瞪我小叔一眼，然后小声地说：这事儿太怪了，这谁能想到啊？我爷我奶就在小声地争吵着，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就听见鸡叫的声音。天亮了，我爷下了土炕，他小心翼翼地走到门口。我奶就说呀：走了吗？我爷这眼睛呢，盯着地上看，眉头紧锁。走了。我奶松了口气儿。这张老三这么一闹，你怕是要不太平啊。我爷扭个头就看着我的小叔：孙子，你在城里到底买没买车呀？我这小叔愣了几秒，他那额头上流着虚汗，看起来十分的憔悴。没买。马上滚回城里！一听这话，我奶也下了土炕，冲着我爷就喊：这孩子才回来几天啊，你就赶他走啊？是你惹的麻烦，少拿孩子出气。我爷爷没说话，他就死死地盯着我的小叔。我这小叔垂着脑袋，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来：我走，我马上走。我小叔说完这句话就开始穿衣服，我奶就紧皱着眉头拉着我小叔的胳膊：走啥走？才回来几天啊？张老三这事儿请个道士就行，他不能找你。我小叔甩开我奶的手，说话的声音都在发抖：不是妈，我必须走。我奶还要拦着小叔，但是被我爷拉开。我爷把我奶拽到门口，用手指着地上说：哎呀，你看。这我也凑过去，这门外边都是山羊的脚印，很乱。这昨晚上张老三应该是在门口待了很久。我奶这愣了好几秒：哎呦，这可咋办呢？哎呦，这事儿啊，除非能给他缝上人的腿。这最近也没死人啊，上哪儿给他找人腿去？
哎呦，他自己会找。这我爷说完这话呀，又狠狠地踹了我小叔2脚。快点滚，看见你就烦。我爷说完这话，就去院子里套了马车。我小叔简单收拾一下，拿了几件衣服，这就上马车了。我奶追在后边说：哎呦，这路上慢点啊。话说我爷赶着马车送我小叔离开，他们走后呢，家里就只剩下我和我奶。我奶摸了摸我的头：年春儿啊，你再睡会儿，昨儿都没咋睡觉啊。我点了点头，这刚要回屋睡觉呢，院子里就进来人了。这就听见王小子说：哎呦，婶儿啊，出大事了，老奎叔死了，死在后山底下，你2条腿都没了。这王小子嘴里的老奎叔是我爷的堂弟，他这辈子啊就一个女儿，还远嫁到省外了，7、8年都没回来过了。啊，走，快去，我跟你去。不是，你家我叔呢？他那刚出门，我先跟你去吧。就这王奎家呀，住在村西头，位置很偏。他的尸体被放在木板上，人已经死了，那脖子上有明显的咬痕，就像是被什么东西给咬死的。他那双腿像是被人给掰断的，露出来的骨头肠还染着鲜血。有事儿啊，这可咋办啊？你说不在家呀，我也没个主意啊。我奶这话音刚落呢，我爷就进了院子。这村里人就给我爷让开一条路。我爷那眼睛里是布满着红色的血丝，他走到王奎面前。哎呦，我这早就跟你说过，山上不干净啊，晚上不能去，你偏不听啊。这村里人都让我爷节哀，我爷红着眼睛：把这尸体烧了吧。这村里人闻言都是一愣，就说我小时候这都是土葬，哪怕是横死的人都是土葬。这我奶也困惑了：烧了。我爷点点头：这奎子呀，活着的时候就跟我说了，他这辈子就一个姑娘，算是绝了后了，等他死了直接烧掉，一切从简。这村里人是面面相觑，但是都没说话。我爷是王奎唯一的兄弟，他这丧事自然是我爷来操办。我爷喊了几个年轻的后生，就用白布把王奎的尸体裹上，又架起了火堆。那火烧得正旺呢，把王奎的尸体扔在火堆上，这一股子难闻的味道就在空气中蔓延。这王奎的尸体啊，烧了一整个上午，烧到最后只剩下骨头渣子。我爷又用白布将王奎的骨头渣都包裹上，然后带到后山里挖了个坑，把他埋了。这一切弄完已经是下午3点。这我奶冷冷地说：你就这样送王奎走，也不怕他怪你？这王奎这丧事啊，确实简单，就连最基本的停棺3天都没有。哎呀，这种横死的就得早点送走，要不然会害人的。那你可别忘了张老三呐。我奶没说话，她深吸了一口气，又吐了出来。那王奎家里的东西有人拿吗？我爷摇了摇头，他从这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，那是王奎家的钥匙，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白相间的塑料袋，这塑料袋里包着钱，应该就是王奎一辈子的血汗钱。放心吧，都是咱家的。我爷说这话时啊，那嘴角是上扬的。我奶把钱钥匙接过去：咱给
顺子有点儿，他走得急呀，东西都没拿。我爷点了点头。明儿我就去给顺子邮钱。那张老三那事儿咋办呢？我怎么感觉王奎是他杀的？我这买了2张门神了，放心吧，他进不来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奶又说：“那王奎死了，凤娟不得回来？这钱儿咱不能动啊。”这凤娟呢，就是王奎的姑娘，7、8年都没回来了。我爷抽了口旱烟，半天是没说话，像是有什么心事儿。我奶推了我爷的肩膀一下：“你说话呀！”哎呦，这他都7、8年没回来了，钱的事儿他不知道。再说了，奎子的丧事都是咱家办的，这钱就该归咱家。我奶没说话，就把钱塞在口袋里了。我爷在木门上贴了门神。到深夜，我就听见门外传来脚步声，那声音非常的小。我爷我奶互相对视一眼，得，这张老三又来了。叔儿，我长了一双人腿，你帮我缝上吧。这门外啊，果然又传来张老三的声音。我爷就赶紧说啊：“这双人腿不合适，你再去找找。”我爷说完这话，这门外果然安静了。我奶瞪着眼睛说：“你这再让他去找，这不是让他杀人家吗？”我也没办法呀，难道让我去再给他缝上人腿啊？你这咱也不能害人呐。我爷抽了口旱烟，他厉声地说道：“啥叫害人呐？”我爷这生气的样子特别的吓人。我奶瞪了我爷一眼，就没再说话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家门口堆着2条血淋淋的人腿，我这被吓个半死，刚想喊，就被我爷捂住嘴。他扫视着四周，确定四周没人，就把这门口的2条人腿给拽到屋里。老婆子，快给我找个白布。这我奶看见地上的人腿，瞪大了眼睛，在原地就愣住了。快点儿！好，我找白布。这说着，我奶就去仓库里找白布去了。找了半天，找到一块带补丁的花被单。你没有白布啊！我也紧皱着眉头，用这花布把那2条人腿包裹起来。你给我拿点钱，我去给顺子邮钱去。我奶就从抽屉里拿出钱来，递到我爷手里。那这人腿咋整啊？这人腿我带走，路上找个没人的地方烧了，你甭管了。我爷说完这话，又把装白菜的麻袋空出来，把这2条人腿装进去。我爷是拿着麻袋走的，我奶就紧皱着眉头，一脸的担忧。哎呦，年春儿啊，这家里事儿可不能跟外人说呀。我点了点头，我不说。我奶就去屋里做饭，我自个儿在院子里玩。我就总感觉有人盯着我，我抬头一看，这门口就站着一男一女，他们正探头往院子里看着呢。这男人是一脸的横肉，看起来40出头，女人面黄肌瘦的，看起来特别的憔悴。我家院门被推开，男人女人走进来，我就朝着屋里喊了一声：“奶，来人了。”我奶从屋里走出来，那女人看见我奶先是一愣，然后笑着说：“哟婶儿，身体挺好的。”我奶仔细地看了看眼前的女人。您是？嗨，我是凤娟啊。
王凤娟拉着我奶的胳膊：“这是我男人，刘喜。”这叫刘喜的板着脸，就连句话都没说。哦，你们回来了，快进屋吧。我奶就拉着王凤娟、刘喜进了屋子，我也跟进去了。王凤娟坐在土炕上：“这婶儿啊，我叔呢？”“啊，你叔刚出门。”“啊，你俩这身体都挺好的。”这王凤娟话音刚落，刘喜就推了王凤娟一下。“哎，说正事儿。”这刘喜瞪着眼珠子，他坐在土炕上，腰带勒紧着他的肚子，看起来跟个蛤蟆似的。王凤娟紧皱着眉头，看刘喜的眼神带着恐惧。“啊，那婶儿啊，我也不跟你绕弯子了。我爸活着时候攒了点钱儿，可是我这在家里没翻着啊。那啥，我就听村里人说吧，是您给我爸办的丧事儿，就想着这钱儿是不是在你们手里呀？”“靠，这肯定是在他们手里。快点的把钱拿出来，这我俩拿了钱就走。”这我奶就说了：“你拿了钱儿就走啊？凤娟儿啊，你不上后山看看你爸呀？”这凤娟犹豫了几秒：“不去了，家里忙。”这我奶脸色就变得难看了，她缓缓地起身，走到抽屉旁边，把那包着钱的塑料袋拿出来。“那都在这儿了。”我奶把钱递到王凤娟手里，王凤娟刚接过钱，就被一旁的刘喜给抢了过去。他把塑料袋拆开，数了数里面的钱。“就这点钱呐？”他这话说的时候，就看着我奶，仿佛是我奶把钱给私吞了。“就这些。”刘喜把钱扔在土炕上。“靠他妈，这点钱都不够路费的！妈的，你他妈骗老子啊！”刘喜说完这话，就掐着王凤娟的脖子，那架势仿佛是要将王凤娟掐死。我奶赶忙上前，轻而易举的就被刘喜给推开了。我刚要跑出去喊人，这我爷就进了屋子，他大喊道：“王八犊子，你要造反啊！”那刘喜愣了几秒，他松开王凤娟，用手指着我爷骂道：“他妈我大自个儿老婆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我是他叔，你要是再敢动手，我把村里后生都喊来，把你打死，扔到后山上去。”这刘喜啊，一下就没了刚才的气势，那说话都变得磕巴了。“你敢？不信你就试试。”这会儿王凤娟哭红了眼，小声的掉着眼泪。刘喜朝着王凤娟喊：“你哭什么哭啊？走，回家。”这可是我爷不答应。“老婆子，你领着凤娟做饭去，吃了饭再走。”这我奶拉着王凤娟的胳膊就往出走。王凤娟看了一眼刘喜，又看了看我爷，最后就选择跟着我奶去做饭去了。刘喜皱着眉头，一副敢怒不敢言的样子。我爷坐在土炕上：“年春儿，去买点好酒，多买点儿。”我点了点头，拿了钱就去买酒。到傍晚，我奶把饭菜端上桌，我爷给刘喜倒了酒。“都是一家人，多喝点儿。”这我买的酒啊，是店里最贵的酒，这平常我爷都舍不得买。刘喜拿起酒杯放在鼻子前闻了闻，然后笑着说：“哟，这好酒啊！哎，这酒可不便宜啊。”我爷用手指了指地上那2瓶酒：“那2瓶你们带走，有空常回来看看。”
刘喜点了点头，他大口的喝酒，连菜都不吃，这活脱脱的就是一个酒鬼呀。刘喜喝了一大口，我爷就抿一小口。这王凤娟紧皱着眉头：“你吃点菜呀，别总喝酒。”刘喜把酒杯往桌上使劲的一磕，没好气的说：“靠，你他妈还敢管老子？我看你是皮紧了。”我爷就给王凤娟使了个眼色，示意他别说话。我爷又给刘喜倒酒：“喝多也没事儿，喝多就睡这儿，明儿再走。”这刘喜嘿嘿的笑了，这明显是有点醉了。我爷看了一眼外面的天，这已经黑了。这刘喜喝得醉醺醺的，直接就趴在桌子上睡了。王凤娟红着眼：“叔婶儿，麻烦你们了。”哟，这些年儿日子不好过吧？王凤娟低着头也没回答，眼泪是止不住的就往下掉。把他扶回去，他愿意耍酒疯呢就让他耍，他愿意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，你也别拦着，睡觉时候可把门锁好了。我爷说这话时就打量了一眼刘喜，尤其是看了眼刘喜的双腿。这王凤娟犹豫几秒：“叔儿，我听您的。”我爷看了一眼我奶：“老婆子，那钱儿给凤娟了吗？”“有，给了。”我爷抽了口旱烟，从他那口袋里又掏出些钱，递到王凤娟面前：“拿着吧。”王凤娟摇了摇头，她这哭着说：“不是，叔，这钱我不能要。”“拿着。”我爷说完这话呀，就把喝醉的刘喜扶了起来，拖着刘喜就往外走。我奶就把钱塞到王凤娟的口袋里：“凤娟啊，这钱拿着，一定得拿着。”这王凤娟红着眼点了点头。那刘喜还在一旁醉醺醺的说着：“不用扶着我，我没喝醉。”刘喜说完这话，我爷直接就松手了。刘喜晃晃悠悠的往外走，那边走还边嘟囔着，这咱也不知道他到底说的什么。我爷走到王凤娟面前：“记住了，不要管他，马上回家，把这门锁好。”王凤娟点点头：“我听叔的。”这王凤娟说完这话就走了，屋里只剩下我们3个人。我奶叹了口气儿：“那凤娟收了钱儿，我这心里还能好受点儿。”我爷呢就蹲在门口抽着旱烟。在回来的路上，我把奎子的双腿烧了，让王小子看见了。什么？这可咋办啊？他要是把这事儿说出去，你根本解释不清楚呀。你先别急，这事儿还不确定呢。就我烧奎子双腿时，他碰巧经过，应该不知道我烧的是人腿。他要是知道可咋办呢？我爷抽了几口旱烟，猛地咳嗽几声。他应该是也没想好对策。深夜里，我就听见院门被推开。我睁开眼睛，我爷披着衣服坐在板凳上，就像是在等着张老三。我奶手里拿着针线，她借着月光就把线穿到针里。老头子，针线弄好了。我爷把这针线接过来，又拿了剪刀。这时我就听见敲门声了，咚咚咚咚。叔儿，快开门！
我又找了一双人腿。这门外就传来张老三的声音，听这声音呢，隐隐的感觉他还挺高兴的。我爷扭头看了一眼我奶，看好年春儿。我爷说完这话，就把木门打开了，一阵阴风吹进来，夹杂着浓重的腐烂臭味。这我爷就拿着针线迈过门槛，我奶用手捂着我的嘴，别出声儿。哎呦，叔啊，你可算是出来了。你啥，老三呐，我只能给你缝一条腿儿。这时张老三厉声地说道，你为啥？这听他这说话声音呢，就知道他生气了。就是这腿太短，再去找条好腿来。王小子的腿就不错呀。我抬头看了看我奶，我奶紧皱着眉头。他说，哎呦天哪，这是造孽呀。我爷给张老三缝好腿，就进了屋子。他这一下就仿佛老了10岁，脸上的皱纹明显的加深，眼神变得更加的浑浊。他把那针线剪刀扔在地上，又把一条血淋淋的人腿拿进屋里，还有着一条布满着针孔的羊腿。老婆子，你拿白布，趁着天黑，我把这东西烧了。我奶用手指着我爷就是骂呀，都怪你，偏要去帮忙缝尸体，惹这么些个麻烦。我奶说完这话，还是下了土炕，就去仓房里给我爷找白布。他那翻了好久，才找到一块破了洞的白布。我爷用白布把这人腿跟羊腿包裹上。我去一趟后山，那地方偏僻，没人。我爷肉眼可见的疲倦，就看这走路都有点晃悠。我奶就赶紧披了件衣服，我跟你一块儿去。我爷看了一眼我，你不行，年春太小了，你留在家里看着他。那你自个儿能行吗？能行。就看我爷佝偻着腰，朝着外面走。我奶朝着我爷的背影说，那小心着点儿。这第二天一早，村里就传来刘喜死了的消息。他那死法跟王奎一样，也是丢了双腿，是在村口被人发现的。这王凤娟就跪在刘喜的身体旁边，这哭的那叫一个伤心呢。村里人都劝他节哀。我爷就说，这最近山上不干净，大家伙都小心着点儿。这时王小子突然从人堆里挤出来，他那双腿是一点事儿都没有。不是，说山上到底咋个不干净啊？你跟我们说句实话。哎呀，就是啊，这山上出啥事儿了？这时村里人面面相觑，这好多双眼睛都盯着我爷。我爷打量了一眼王小子，他眉头紧皱，看起来心情特别的差。王小子也盯着我爷，不是叔，你到底是知道啥情况呀？这王奎也是这么死的，你要是再不说实话，那我可得报警了啊！我爷瞪了王小子一眼，张老三还活着。我爷这话音刚落，人群里是一阵的嘈杂，他们小声的议论着。最后有人说了，不是，这咋可能啊，我们可是亲眼看他下葬的。就是，我们这亲眼看着他下葬的。
张老三的爹就往前凑了凑。五哥，这话可不能乱说呀。哎呦，这我没有乱说，我亲眼所见，张老三还活着。这村里是一阵的唏嘘，明显就是还是不信呢。我爷用手指了指地上，你们看，这地上都是羊蹄印儿啊。就说刘喜尸体附近呢，都是羊蹄印儿，这村里人都瞪大着眼睛。哎呦，这可咋办呢？这请道士吧？哎呦，这事儿你咋不早说呀？哎呦，这事儿我也是昨天晚上才知道，但就看一个背影不能确定。那现在我确定了。这下村里人安静下来，没人说话了。我爷叹了口气，哎呦，这张老三害人，咱得把他除掉，让他早点投胎去啊。这咋除掉啊？我爷看了一眼张老三的爹。那张老三呢，估计是对那双羊腿不满意，所以出来害人。我就猜啊，他会来找我缝人腿，你们就藏在我家里，等他出现，咱用火把他给烧了。这张老三的爹没说话，他垂着头不停地叹气，其他人也都没说话，像是在等谁来出头。我这跟你们说啊，要是想在这村里活下去，就得把张老三除掉，否则早晚遭殃啊。这村子里有几个胆子大的后生当即表了态了，说是听我爷的。这其他的人也都纷纷的答应。我爷看着王凤娟说，把那刘喜也烧了吧。王凤娟点点头，她用白布盖在刘喜脸上。是，我爸也是张老三害死的吗？是。王凤娟紧紧地皱着眉头。那张老三为啥盯上我爸？这下我爷愣了愣，就像是丢了魂儿。就说那晚张老三来找我爷缝腿，我爷就告诉张老三，他那双腿是碾碎了，没办法缝。可是没想到这张老三就找了王奎的腿。我不知道，你也别多想，等把刘喜火化了，你抓紧走，别留在村里了。王娟点了点头，我知道了，叔。我也领着这几个年轻的后生回到我家里。这几个年轻后生身上都带着铁锹，那院子里又堆满着干柴，只等张老三晚上过来，就能把他抓到火化掉。到了深夜，这屋里的人都瞪大着眼睛，打起12分的精神。可是这张老三却迟迟的没有出现。王小子说，不是叔儿，他咋还不来呢？别出事儿，再等等。这一等啊，就是一整晚，张老三根本就没来。奇了怪了，这张老三哪儿去了？我爷皱着眉头，他也想不明白。散了，都回家睡觉去吧。我爷说完这话，屋里的几个年轻后生这就往外走。我爷这时又喊了一句，到晚上都早点来。这10几个年轻的后生连着3天在我家守着，就是为了抓这个张老三。可是张老三却一直都没来，就仿佛他消失了。最后这年轻的后生们都没了耐性，
也就不来我家守着了。过了10来天，张老三还是没出现，这我爷就犯起嘀咕了。这张老三上哪儿去了？我奶坐在土炕上正缝着衣服，她脸上总算是有了点笑模样。这八成是死了吧，说不定死哪儿了。我爷抽了几口旱烟，他边摇着头边说，这不可能啊，他心愿未了，不可能死的，一定是藏起来了。哎呦，他能往哪儿藏啊？我爷没说话，默默地抽着烟。深夜，我就听见我奶的声音被吵醒，就听我奶小声地说，老头子，张老三来了。这我爷腾地坐起来，他趴在窗户的缝隙处往外看，看了一眼，面色惨白。老头子，你咋了？我爷没说话，他那额头上泛着虚汗。我趁我奶不注意就往前凑了凑，顺着窗户缝往外边看去，只见张老三的手里拖着一条长腿，他那左脚血淋淋的，右脚缝的羊角几乎都被磨平。他这是走了多远的路啊？这张老三走到门口，叔儿，快开门，我找到好腿了。哎呦，这咋办呢？我爷那手呢紧紧的握拳，他看了一眼桌子上的针线。老三儿啊，我给你缝上腿，你就是全乎人了，你得走啊。叔儿，快开门，缝上腿我就走。我爷咬了咬牙，拿起这桌上的针线就往外走。我奶也是一脸的担忧。我爷把木门打开，这一股子腐烂的味道瞬间弥漫开来。我爷迈过门槛，我奶用手捂住我的眼睛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爷这才拖着疲倦的身体回来，他那头发都变白了不少，仿佛又苍老了10岁。我爷把针线扔在地上，这回好了，这张老三的心愿解了，没事了。我奶叹了口气，希望吧。第二天一早，王小子就跑到我家里，气喘吁吁的。哎呀，叔儿、婶儿啊，张老三死了，他那尸体就在村口。我们几个人赶忙跑到村口，就看见这张老三的尸体躺在地上，他的脸上已经布满着尸斑，甚至还有蛆虫在他眼睛里边爬。这尸体特别的臭，张老三那双羊腿现在变成一长一短的人腿，那条短的腿应该就是流血的，那条长的就不知道是谁的。我爷皱着眉头，昨晚上张老三来找我，让我给他缝腿，我就给他缝上了。这现在他是个全活人了，快把他给烧了吧。这张老三的爹还有点犹豫，但这村里人的意思就是马上烧掉。张老三他爹也无奈地说，那烧了吧。就有几个年轻的后生赶忙拿来干柴，架起柴火堆来，就在村口把这张老三给烧了。就说这张老三的尸体整整的烧了一天，最后只剩下骨头渣子，让张老三他爹给捡回去了。我爷就像是去了一桩心愿，晚上吃饭时他还特地的喝了点酒。我爷笑着说，哎呦，这事儿总算是结束了，让顺子回家住2天吧。我爷这话音刚落呢，我家电话响了，
就是平常根本就没人给我家打电话，只有我小叔会打。我奶就笑着说呀，那应该是顺子来电话了。我奶就起身去接电话。喂，这电话里的人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，我奶的脸色大变，眼泪都掉下来。挂断电话，我爷就问啊，老婆子，怎么回事啊？我奶哭着说，顺子出事儿了。我爷这眉头紧锁，不是，出什么事儿了？顺子住院了，他丢了一条腿。这一下我爷愣了几秒钟，整个人就瘫坐在地上，眼泪在眼眶里打着转，自言自语说，丢了一条腿，一条腿。过了一阵子，我爷又说，人活着就好。我奶边哭边收拾东西，快，咱俩进城。我爷扶着凳子站起来，女生，年春儿啊，我跟你奶去城里看看你小叔，你在家把门锁好，要是害怕呢，你就上村长家住去。这我爷我奶啊，就赶着马车去了城里，家里就只剩下我自己。这我倒是会做饭，也会烧土炕，可是到了晚上，我还是有点害怕，那脑子里就总是出现张老三那张腐烂的脸，以及他那一长一短的腿。我还是跑到村长家住去了，在村长家住了10几天。中途呢，我奶回来一趟，她是回来借钱，这村里啊挨家挨户的借，然后又走了。我想跟着去啊，但是我奶没让。又过了2个月，他们一块儿回来了。我那小叔呢，少了一条腿，整个人看起来十分的憔悴，那头发都白了不少。我爷把我小叔背到炕上，这顺子呀，在家好好的养病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活着就是好事儿。我奶摸着我小叔的肩膀，她红着眼睛说，顺子，你想吃啥？妈给你做饭去。我小叔没说话，他就靠在墙角，嘴里边念叨，我自个儿没办法走路了，我是个残废。这我奶就把脸别过去了，我能看出来她在哭。这我爷就说呀，能走路。我小叔苦笑着，咋走路呀？你也给我缝个羊腿。我爷皱着眉头，他没说话，就朝着外边走去。年春儿啊，你陪着小叔玩，我做饭去。我点了点头，凑在小叔面前。我小叔垂着脑袋，半天才开口说话。村子里人都是咋说的？就说自打我小叔出事儿了，这村里是说啥的都有，有难听的，也有好听的。可是我就说呀，他们啥都没说。那我小叔不信，他小声的嘀咕，我那真不是故意的。这什么不是故意的？这我就听不懂我小叔在说什么。到了傍晚，我爷就从外边拿进来一副拐杖，用木头做的。顺子，你来试试。这我小叔看了一眼，嘴里边露出苦笑，这玩意儿不是。我爷又劝了小叔几句，我这小叔呢，就是不肯用拐杖。我奶就说了，那他不愿意就算了，先吃饭。我奶就把饭菜端上桌子，我小叔也过来吃饭，
我奶给我小叔夹了鱼眼睛，多吃点儿。我小叔把鱼眼睛放在嘴里，慢慢的嚼着。这给我看病花了不少钱吧？没花多少，钱的事儿啊，你不用操心。这我小叔把手里的筷子放下，把手伸进衣服兜里，掏出一沓钱，把钱放在桌上，他哭着说：这钱拿去还账吧。这下我爷愣了几秒，他那手紧紧地握拳，盯着我小叔看，可是我小叔没有看他，就像是在故意的回避。我奶又说了：先吃饭吧，钱这事儿以后再说。就这短短的几个月，我爷我奶都变得特别的苍老，头发白了不少。我小叔是哭着吃完这顿饭的。我爷我奶怕小叔想不开，一直就盯着他，可是总有盯不住的时候。在半年之后，我那小叔呢就上吊自杀了，他就吊死在张老三坟前的那棵老槐树上，这老槐树下边还有着山羊的脚印。这下我爷我奶是彻底的白了头。他这为啥这么想不开呢？我爷红着眼，嘴里边念叨：都怪我，都怪我呀。打这之后，我爷就跟疯了似的，他把我跟我奶都赶了出去，又把木门从里边锁上。这屋里啊，只有他跟我小叔的尸体。突然我就听到骨头断裂的声音，我奶使劲地拍着门：老头子，你快开门，你在干什么？这门里就传来我爷的声音：你别管。我从仓库里搬来凳子，踩在凳子上往里看，只见我爷把自己的腿砍断，又拿针线缝在我小叔身上，那地上是一片的血迹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爷拄着拐杖把门打开，我奶瘫坐在地上，整个人像是被吓傻了。我爷额头上泛着虚汗，他笑着说：这孩子总是在意自个儿身体，这回也是个健全人了。我小叔下葬了，土葬就埋在后山边上。我爷呢就成了个残疾，整日里拄着拐杖出门，总是去后山看我小叔。我奶有时也陪着去。打那之后呀，我们这村子又恢复了平静，再也没出过奇怪的人命。